好，现在呢，我来演示这个发型的分区。头顶呢，我会分一个 U 型的分区，所以呢，从发际线呢，退化点呢，分一个斜线的黄金点，从黄金点呢，再分到中间，从中间呢，再分到另外一边的卷角位置，从这里呢，再分到前面的发际线的退化点。 好，两侧的分区呢，从耳后点分出来，前后两个区。好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，从耳后点分开，前后两个区。后部的分区从中心点分到发际线的中心点，把两侧分开。好，第一批呢，从发际线这边水平的分区。好，另外一边呢，同样的一个指位的宽度。 水平分区，好，第一批呢，从底下的发际线开始，大概呢取一个手指的宽度，然后呢角度呢，我会保持45度角度，因为整个发型的堆积呢，我不想要太厚重，比较轻盈的，然后长度呢也是设计的比较偏短一点，大概2公分左右的长度。 那方形呢？刚才也讲过了，是一个平的切口，然后在耳后卷角的地方呢往后带，那保持手指是一个平的直线。那平的切口呢，可以看到剪完是一个方的，在卷角地方呢保持这个直角的90度。那当头发放下来了，还是会有一点点后短前长的这个感觉。啊，另外一边呢？ 我会同时一起去剪，那这样子呢更能帮助我了去掌握两边的对称。啊，必须要把头发从发根呢梳顺，保持了45度角度提升，然后用刚才剪过中间这个长度做引导线，从这边呢剪一个直线。 那剪完之后呢，看一下两边的对称，因为第一片很重要，会影响之后第2、第3、第4片以及整个后部的对称。那必须要看一下两边没大问题。好，下一片呢，平行第一片的分区，啊，一样的两边同时去剪平行的分区。 好，第2片呢，用第一片的长度做我的引导线，然后呢，把第一片呢轻微往上提，也是呢把第2片呢保持45度的角度提升，对准第一片的引导线去剪。啊，重点呢就是每一片呢都是要保持你的手指是一个水平线的，这样子呢才能剪一个比较硬的方形。 啊，这里呢也是呢往后带，往后带呢这个长度逐渐延长，保持这个直角的90度角长度。那剪这个方形呢，我的身体站位都是站在后部的中心点，那这样子呢更能保持了两边的对称，更容易剪出来一个直角的方形的切口。好，另外一边同样的保持手指的这个平直的位置。每一次呢都会用中间这个来做一个基准线。好，剪完第2片呢，放下来看一下这个堆积的效果。每一片呢都可以稍微量一下，那这样子呢可以保持了两边呢对称的这个效果。好，第3片大概在颈骨这个位置，保持水平的分区。那分区呢，通常呢，我们剪圆形的是一个斜分区，斜往后；那三角形呢是斜往前。那分区的重要性呢，就是你分这个区剪出来了，这个头发的流向是按照你的分区去流向的。所以方形呢，我们就取了水平的分区。
更容易去剪出来一个方形的切口。那第3片，把第2片轻微往上带，然后呢，第3片呢，用第2片来做引导线。那这里呢，慢慢呢，到耳后这个地方呢，这边更加要注意了，尽量呢不要跟随这个头型去走，因为呢，方形呢，我们站在一个点，把卷角的头发都往后带，啊，必须要呢从发根用密集的梳到发尾，啊，保持了45度角度提升，这边延伸这个直的切口。好，另外一边呢，第3片也是水平的分区，分到耳后点。好，每剪一片呢，都注意一下自己的站位，还有它的体型角度。啊，每一片呢都是保持均等的45度角度提升。那刚才也讲解过了，我不想要这个厚重，为了保持一个均等的45度，我们长角都是从头皮带出来。那耳后也是往后带呢，就可以保持耳后的长度一个方的直的切口，那保持手的都是一个平的。那每剪完一片呢，都稍微量一下两边的对称。好，接下来呢是颈骨以上的分区呢，分到耳后点了。还是继续水平的分区。好，颈骨以上呢，还是保持45度角度提升的。那如果呢，你想要堆积比较厚重的颈骨以上，可以拉到颈骨这个位置，保持稍微厚重的堆积。啊，那么就是可能是低于45度角度了，要按照你的客人的头型、发量来去设计。之前也讲过了，堆积重量的控制角度在1度到80度。这个空间，所以当你想要保持偏厚重的堆积重量的时候呢，你的角度就可以拉低于45度，可以保持偏厚重的堆积效果。好，另外一边呢也是水平分区。好，同样的保持45度提升。那先把刚才剪过这一片往上梳，然后再从上面上梳，剪起来有均等的拉力。那这个堆积重量剪完之后呢，都不会出现了某些地方会长出来的。好，我的手指呢稍微呢轻微偏一点点斜的，因为我的头模是斜往前。如果我的手是提高平的，剪完了有机会这边会短了一点点。每次呢，我的手指还是跟随这个头型的往前倾斜的来去控制，那还是保持这个平的切口了。那可以看到了，两侧呢就保持这个长度。那如果呢，刚才说过头型偏窄的，发量偏少的，我们可以呢保持一个角来弥补了发量偏少、头型偏窄，在视觉上呢可以拓宽。好，颈骨以上继续水平分区，继续呢用前一片来做引导线。每一次呢我都要注意我的站位的中间，所以我把头模移动到中间的位置去剪辑。下一片来到前一片，所以每一次呢都稍微呢我的指位都会提高的，逐渐提升的。那这样子剪完之后呢，这个堆积重量呢就会堆得偏高一点点，它的落点呢不会太低的。因为我想要设计的这个方形堆积呢，稍微偏均等轻盈的，不会偏厚重的感觉。好，另外一边呢，同样的水平分区。好，继续了，提升45度角度，把这一片呢带到前一片。
好，我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站位，我的手位。那越来越高的，注意一下我的胳膊必须要抬高。如果那边不抬高了，很自然的也会垂下来。当你这里垂下来了，角度也会偏低45度，两边也会出现不对称的。在整个过程当中呢，多注意一下自己的站位，还有你的手位，还有你的体重角度。这样子呢，你多去注意了，更能帮助了你的控制能力，对称的效果了会更好。好，现在呢到最后一片了，把两边一起放下来。好，下一片呢还是拿前一片来做引导线，继续再提高一个指位。每一次呢，我都会先看一下以下这个长度，来做引导线。这里的卷角还是往后带，所以每一片往后带呢，这个长度就可以保留了。可以看到是一个方形的切口，但是头发垂下来了，有点像三角形的。这样子呢，可以保持更长的长度，比较厚重的感觉在耳后这个位置。可以看到点完之后呢，有帮助呢在横上呢拓宽的这个视觉效果。如果头型这边是凹进去的，或是呢偏窄的这个脖子这个地方，剪方形呢更加适合。好，这边最后一片也是一样，我的站位，我把头膜呢卷过来，我的站位在这个头膜的中间，保持了我的手呢抬高，高于刚才的分区一个指位。这里呢也是把卷角的头发往后带，保持手指是一个水平切口。好，后部剪完之后呢，最后检查两侧的长度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。这样子呢，两边同时去剪呢，更容易去掌握两边的对称。然后有一边有一点点长的，那你就可以马上去改过来。可以看到后部呢就已经结束了。可以看到这个方形的特性呢，就是保持卷角的方形的直角的长度。为了保持这个长度来拉宽头型的宽度，只能保持有一定的重量来弥补了偏少的发量。好，两侧呢我会取水平的分区。好，在这里呢我会是一个方形的切口。在发廊当中呢，如果你的客人喜欢稍微带 A 线的，你可以组合三角形的切口。如果客人喜欢上扬一点的，你可以组合圆形的切口。没有一个固定的长度，还有呢形状。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是一个纯粹的方形，用耳后的这个方形的长度呢来去做连接。这里呢轻微的用手夹住这个发片，用后部的长度来做连接，成一个平的方形的直线。甚至在下巴的长度呢，因为干了它会往上缩上去一点点的。第二片放下来，轻微的提升一个指位的提升，很轻的拉力。比较低的角度因为耳后这里呢也是要注意这个偏高的发际线，发量偏少的地方，所以呢我提升的角度呢稍微偏低一点点。
那前面呢也是保持一个90度的直角，方形的切口。好，另外一边呢，同样的做法，取了水平的分区，那把头发呢从发根，根据他头发自然垂落去梳头发，一样的用耳后这个方形的长度呢做引导线，低角度，很轻的拉力，保持手指是一个水平线。在这边呢也是切一个方形的切口。好，下一片同样的做法，一个指围提升。好，顶部呢我会取了水平的分区。那刚才也提到顶部我会组合去除中呢，那这边要注意了，因为后部呢这个堆积中呢45度角度的提升，那如果呢顶部呢突然之间你提升90度，你把这个头发往上带，可以看到层次就会非常短的。那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过渡的从堆积到去除中呢，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会在手的内部去剪这个区域，那角度呢还是堆积中呢的角度高于45度，但是低于90度，因此呢我会逐渐提升，那顶部这边呢层次就不会太高，那可以看到还是会高于之前的角度提升。那剪切切口呢，用下面呢堆积中呢来做引导线，还是保持我的手指是水平，一个方的切口往后带。当我往后带呢，卷角的位置呢也是会偏长的。到最后呢，剪完之后肯定会蛮长的掉下来。到最后呢，我再用两侧的长度来去把多余的长度去掉，连接。好，下一片呢，继续水平的分区。那刚才呢，前一片的长度做我的引导线。那现在呢，再逐渐提高。那现在呢，在我的手的外部去剪。现在呢，有点接近90度，还是有低于90度一点点的。但是往后带，往后带呢层次不会太短。用刚才的长度做我的引导线。剪切切口呢，还是保持一个水平的切口，还是保持一个方的切口。那方形呢，都说了，保持这个直的、平的直线，保持卷角这个长度，然后有帮助呢，头顶呢偏窄的，或是发量偏小的，它层次落在这边呢有点拉宽，在横向拓宽的视觉效果。另外一边同样的做法，那我的站位呢还是站在中间，保持手指是水平线呢，再去剪。好，继续水平分区。当我剪到顶点中间的位置，现在呢，我的角度提升再高点。那现在呢，是不是把新的一片拉到前一片，逐渐提升？还是往后带啊？往后带呢，会延长前面的长度。除非呢你要高点的层次，那你就可以了，取垂直的分区，
直接90度这个平的线条，那这样子层次会高的。但是呢，我不想要很高的层次，所以我就取水平的分区，用拉旁边的方向往后带，保持顶部的层次了，落点低一点。好，下一篇呢还是呢继续的水平分区，最后1、2篇呢都往刚才的中间这个位置去带，保持了前面的长度。中间这一片呢来做引导线。可是呢保持了平的直线。好，把最后刘海这个长度也先往后带，先连接。两边呢保持一个高低平衡的水平直线。好，点完之后呢，按照客人的分线来去分，我就用一个中心点来把两边分开。我会把两边长的长度呢，用下面的长度来做引导线，把多余的长度呢切掉。可以看到，当我往后带的时候呢，两边的长度会偏长，层次落点就不会太高了。当我去把多余的长度切掉之后呢，两边呢还是会偏厚重一些的。好，头顶呢多余的长度呢，我会把它梳下来，稍微呢提升，不需要拉得太低，用外线的长度做我的引导线，也是形一个方形的切口。好，另外一边呢，同样的用下面的长度做我的引导线，提升角度高点。切口呢，还是一个方形的切口。把刘海的头发先带过来，一个方形的切口。好，刘海这个分区呢，我分一个三角形的分区。这个三角形分区呢，大概2到3个指位，看你想要这个厚重。如果你要刘海厚重一点，稍微分大一点3个指位；如果要稍微薄一点的，分2个指位。不能分得太高，分太高了，你会把两侧的层次呢也会减掉。因为如果你分了很大的这个分区，减掉这个刘海，两边的头发根据自然垂落方向垂下来，层次就会很高了，就会有点脱节的这个感觉。所以呢，这个三角分区呢，大概2到3个指位的宽度。两边呢分的大概眼角这个地方，你分的越宽，这个刘海打得越开，也是要看你想要设计这个刘海的宽度来去定两边的宽度。好，刘海呢，我会取水平的分区。好，我会设计这个长度在大概眉毛这个长度。我想要稍微有点重量的效果，但是不想太厚重，大概45度左右吧。切口呢，也是一个方形的切口。方形的切口呢，剪完之后垂下来，会变得有点弧度的，所以最后呢，我再按照
我想要的这个刘海的形状呢来去精修。那另外一边呢，也是保持我的手指的这个水平线。那剪完第一片呢，先剪它的对称，差不多。好，第二片呢，保持水平的分区。第二片呢带入第一片，以指位的提升。那如果头发偏小、比较薄的，那你可以2靠1、3靠1都带入第一片。想要稍微柔和、轻盈一点的，就提升这个指位。好，把最后一片呢也往前带，继续的稍微的提高这个指位。刘海呢就定在眉毛这个位置，也是一个方形的堆积重量。好，整体的发型的结构呢已经剪好了，也是呢先把头发吹干，吹干之后呢，我再进行点点精修。那我会用9排梳，两边呢往前去吹，包着头型去吹，那这样子呢，头发的就有一个比较好的浮动。那保持呢吹风机呢45度往下，尽量呢不要往上去吹，这样子呢会把发根吹得很蓬的。好，经过吹干杂顺之后呢，我们进行点点精修一下刚才剪过的每一片的发片。从最底下开始评估一下水平分区，因为这边比较短，我们呢用梳子来固定，做一些点剪，柔和一下这边的堆积重量的切口。好，轻微呢提升45度左右，一样的小的点点的切口。因为这边呢不需要点剪太多，因为刚才剪的时候是一个45度角度提升，所以外身呢已经偏柔和的状态。那再把这个干净的切口呢轻微点剪。另外一边同样的做法，切口呢我想要稍微往前推动的，所以呢切口呢是从两边整一点点的小切口，有帮助呢头发往前推动。好，颈骨以下呢，我都取水平分区去点剪，因为这边比较短的，用手指的不好控制，所以呢，我用梳子每一片45度提升。好，卷角地方呢，方形呢，也是往后带，把这个平的切口轻微点点，这个切口呢，这个方形的切口呢还是保持的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角比较硬或是比较宽，可以轻微收掉一点点。因为每个人的头型发量是不一样。那当你剪完这个方形堆积重量的时候呢，要看一下你想要的效果。如果偏宽的，你可以把角呢轻微点剪柔和一些。那每一片呢，跟刚才剪的一样，每一片轻微提升一个指位。你会看到这个线条吧，还是一个干净的线条。两侧这个方形的切口还是往后带。这边也是一样，45度提升往后靠。
那分区呢可以拼宽一点的。那角度还是保持45度，角度提升。从颈骨这边小的点点切口，那往上，王丁点这个地方轻微提高，因为刚才点的时候也是轻微的提高。还可以看到这个微基的切口呢，慢慢转变到去除重量的切口。所以刚才剪这个部分呢，非常重要，要注意就是不能从堆积，然后呢在黄金点直接90度。那你没有一个过渡的话呢，突然头顶的层次就会很短的。可以看到现在呢是从堆积慢慢提升角度，并去除重量，那顶部的层次呢就不会太高了。这个方形的这个角呢，我不是要去的太多，还是往后带去点剪，那这样子这个方形就不会被破坏。这里也会有一个角的，这个是当你往后带，你保持这个方形的切口这个角，然后在这个角呢轻微点剪多一点点。顶部呢再提高，把这个角呢轻微点剪柔和，把这边放下来就不会这里呢用梳子来固定，那点剪呢离开最前面这个直角，然后呢再往后45的切口点剪，去掉一点点发尾的重量。那耳后呢也有一个方形的，因为刚才剪的时候我是了移来角度偏低一点，急着切口，给它后部一个方，左右两侧有一个方，保持这里的长度。那在这个方形呢，我觉得厚重，稍微的点剪深一点点。那这个角呢，剪得比较轻盈。那这样子呢，可以帮助我等一会收外形呢，看上去呢会更自然一些。顶部啦，我刚才剪的一样，90度，可以看到了，这里有一个角的，这就是刚才我们剪的时候平的切口，保持这个角，把这个角呢轻微点剪，那这个角放下来呢，会有一定的重量在这个地方。然后如果发量偏少或者呢头型偏窄的，就可以在行上视觉上呢有点拉宽的这个地方。那刘海呢，刚才也是做一个堆积重量的技术，所以呢有点厚重。现在呢，一点点点剪。好，看看有没有一些多出来的长度挂在这个刘海。因为刚才我分区呢，只分3个指位左右，有些时候呢，有些层次呢没有剪到，可以提高，点一些挂在这个刘海部分的这个长度，收紧。头发动起来就不会有些长度挂在这个头。看一下这边的刘海的长度，有一点点长几根的，都可以把它修掉。
好，整体的发型呢已经点剪好了，现在呢我们进行了外线的精修。那外线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呢长出来的，因为这个发际线是偏低，所以在这边会长出来，所以我们把长出来这个地方呢收掉。啊，这个外线呢没有固定的，你喜欢比较柔和的，你可以用点点，保持碎碎的柔和的。那如果想要干净利落立体一点的，可以精修一个干净的线条。那我会呢在这个去这个地方，这个是最短的这个点，从后部这里呢这个弧形线条，那弧形线条呢看上去更流畅，因为我设计这个发型呢偏短的。那如果这里剪平的线条呢，就会太短了，所以还是呢保持后部中间的长度，然后呢剪刀往上，剪到两个点的中间，哪里第二个点呢就是这里最高点，然后呢剪刀下来，那三个点连接1、2、3这边的一个弧形的线条。好，我从中间下刀了。那剪刀不需要太上的，大概40度斜往上的切口，剪到两个点的中间，剪刀慢慢下来到比较短的这个点。好，用手呢轻微固定我的剪刀，这样子呢更能剪得干净一点的线条。好，剪完之后呢，用宽梳看一下有没有长出来的长豆藏在里面，再进行呢一点点的点剪精修。因为我是用平剪去剪的，剪完之后呢会比较厚重的，然后再用小的点剪，垂直这个头发，柔和它这个干净的线条。那这样子会显得比较自然。如果你不点剪的时候会比较硬、比较平的线条。好，再从上面呢划剪一下这个边缘的层次，因为当我剪短一些的时候呢，它会偏厚重，这条外线，我从上面呢就轻微划剪，可以把这个边缘的线条呢收得更服帖、更紧。好，后部收完之后呢，现在两侧，那两侧呢，我会呢继续用刚才停下来这个长豆，一直剪到前面一个平的切口。那这个平的切口呢，用哪里做标准呢？用前面这个方形这个切口来做一个连接。大概的长度先定好，然后呢，这个宽梳再梳下头发，看看有没有些多余的长度，再进行了第二次。先用平剪去剪。好，大概长度就已经掌握好了。再用点点的垂直这个头发，平直头这个中间的头发点进去，去掉一些边缘是在顶部表面头发的表面划剪。好，现在另一边的外线，那因为呢反手呢这里不好剪的，这里呢我会从它的耳后这边呢最短的这个点呢，从前面往后去剪，那也是先从第一个点剪到了第二个点，然后剪刀下来，轻微呢带点浮动。可以看到了这个两边的弧形线条呢，中间呢会稍微有一点点长出来，那这样子呢后部就不会太平的。那有帮助呢，对于比较宽的脖子啊、短的脖子啊，
有帮助拉长的这个视觉效果。侧面也是呢，从前开始去剪成一个平的切口，是用平点去剪。平剪完之后呢，再用点点描绘一下这个干净的线条，再从表面呢划剪一下多种的边缘。好，现在到刘海部分。那刘海刚才是剪那个方形的堆积重量，方形剪完之后垂下来了，两边会长一点的。那看你的客人的脸型，如果你客人的脸型呢想要打开一点，或是拉宽一点呢，可以剪一个方形的切口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都做成一个方形，所以刘海我也是剪一个方形的切口。那用梳子来轻微固定这个刘海。这里注意不能提得太高，轻微一点点。把这边的角呢再稍微剪得明显一点。那平剪之后呢，再用点剪把这个比较齐的线头呢描绘一下。好，另外一边呢就是用中间的长度，也是剪一个方形的。然后再点剪一下干净的这个方形。那这样子呢，可以帮助比较小的脸型呢，可以打开，使得这个眼睛五官更明显。好，今天呢，第一技术堆积重量的第三个发型已经结束了。我们在后部着重在一个方形的堆积重量，顶部用那个方形的去除重量。然后在轮廓线呢，也是那个方形的切口，啊，刘海也是方形。整体的发型呢比较干净、利落、立体。那希望在这个发型演示呢，可以帮助大家更了解 ABC 专业剪裁的技术。我们下期见。